拳击它就是一项勇往直前的运动，所以我们要保持一个很勇敢的心情，我们要去面对它，我们才有机会赢得比赛，拿下这场胜利。我是林玉婷，是一名拳击选手，从国一练拳至今已经16年，经历上百场比赛，拿超过30面金牌，现在要代表台湾参加巴黎奥运。当初会加入到拳击社，应该算是阴错阳差了吧。当时因为自己其实还蛮热爱体育，那想要选一些运动相关的社团，可能篮球啊、排球、羽毛球之类的，但这些社团都太过于热门，就只能选到比较相对冷门的拳击社。可能也算是命运的安排吧，意外开启我的拳击人生。当初加入到拳击社，其实妈妈是还蛮反对的，她就会觉得说，你一个女生为什么要参与这样的项目？妈妈可能也觉得说我只是一时兴起，那就让我去玩玩看，可能我受了伤，害怕就退缩了。想不到我就坚持到现在。对于当时我的条件可能不是到最好，然后天赋也不是到最高，也理所当然就是也不会是当时教练就是想要栽培的人选之一。可能我的训练的动作我可能没有练得很好，那教练就可能生气啊，然后就说叫我去旁边站啊。那当时的我就觉得说，我想要练拳，我想要把这个动作做好，我不想要因此而放弃。那教练可能就看中了我这份执着，就觉得说，我可能是个可以培养的人这样。我有点算像是吃到时代的红利，因为毕竟在我当时女子拳击才刚开始成立，那个时期可能参赛的学校没有到很多，参与的女选手也没有到那么多。参加第一次全国赛我就拿了第2名，后面的全国赛基本上都是拿冠军这样。通过比赛让我觉得说，我适合走这条路，然后我也走得还蛮不错，我应该可以坚持到自己梦想成真的那一刻。2013年世青赛对于我的职涯来说，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比赛。在当时，基本上没有人认为说我们做得到这件事情。我在那场比赛算也是不负众望啊，一路打到4强赛，对到英国欧洲青年锦标赛的金牌。其实那时候我自己就在默默想说，我会不会就止步在这？但最终我跟教练的战术，还有我们的努力、意志力，赢得了这个强大的对手。下一场冠军赛的选手就是对到土耳其，我也是带着这种自信跟气势，然后最终拿下胜利。这场比赛对于我和教练，甚至是台湾来说，算是相当具有意义的一面奖牌。世界排名第1的林玉婷，她心中的奥运梦部署超过10年，终于在东京奥运踏上梦想中的擂台。3位裁判判定菲律宾选手获胜，林玉婷赛后泪崩，努力调整自己的情绪。其实东京奥运会那场比赛输了下来，我第一个想法是我会不会不适合这种舞台？我是不是不适合拳击？自己这么努力的在训练，那这么多人在帮助我，但我却是出乎意料的没有表现好。那这场比赛对于我来说是最想赢的一场比赛，那也是印象最深刻、最难受的一场比赛。拳击女将林玉婷在世锦赛夺铜，却因为性别深化指数异常，铜牌遭到撤销出场，所以取消了林玉婷。对于2023年这场比赛来说，其实我也是相当的无奈，但我却还要遭受到这种可能网暴啊，或者是被人家指指点点啊这种事情，那其实很委屈啊。就是我觉得说，不能因为说我的穿着打扮或者是长相有别于传统的女性，就要备受这样的言语攻击，就是对于我来说算是相当不公平的一件事。但转念一想，这也许就是上天给我一个考验。如果不是这样的考验，让我更加认清自己要拿实力来说话，我可能亚运会我也不会这么顺利的拿到冠军。
选手生涯就是要过得比常人更加的自律、规律。日常训练就是会分成体能训练、专项训练。那体能训练又会有分成重量训练或者是200、300、400这种体能训练。那专项就是有分，可能有前面跳绳啊、慢跑，然后打沙袋、打手把、技术对练、模拟对练，各种各式各样的专项训练。现在我回过头来看那一段经历，我会觉得说，还好当时没有放弃自己努力的这条路，而且对于我来说，我也很享受现在不断挑战的这个过程，还有现在的这个成就。最不喜欢做的，但一定要做的，那就是体能训练，就是跑步啊。尤其是我们教练又很喜欢跑那种冲刺啊，200、400、800、1000、1600这样跑上去又跑回来，这样很累。经过这样的特训，那我的体能也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提升。久而久之，你就习惯了，就会觉得说，好像也还可以。但是听到说要跑这个，还是会觉得不舒服啊。但是你就不会像以前这么的排斥了。练拳击最重要就是你在学会打人之前，你要先学会挨揍，你要先学会如何用保护自己的方式去抵挡住对手的攻击，你才有办法去思考你要怎么去攻击对手。难就是难在你要去挨揍的同时，你还要去想办法揍对手。如果对手朝着你攻击，你只有一昧的往后面退，那你不会赢得这场比赛。更重要的是，你要先学会去克服你心中的那一份恐惧，你才有办法把你的拳击延续下去。当你对于你的训练足够扎实、足够有自信的时候，你就有办法克服这份恐惧。所以对于我来说，我的自信是来自于扎实的训练，不断的去防守反击、防守反击。你一定会被打到，但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将你被打到的这份痛降到最低？那你再去给对手最强大的一个攻击，造成他最大的伤害。对于竞技选手而言，输赢固然很重要，但对于我们来说，最重要的是你那个过程，你努力过，你知道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，可以来达成你的目标。其实我跟教练都一直不断努力到现在，挑战了很多不可能，那也拿到了很多成绩，也创造了台湾很多的历史。这也是我们最希望的，就是可以让台湾被世界看见。